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地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雷鸣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自从我们生意失败以后，他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。现在他一点也不关心我，而且对我特别冷漠。我们现在日子比较艰苦，但是他从来不会鼓励我，只会埋怨我，我好像做什么都是错的。现在他总想着翻身，但是工作上根本不努力，只想靠旁门左道赚钱。我觉得他一点也不爷们儿。我觉得他太自私了，做什么事情都要按照他的想法来，只要我不听他的，他就开始挑我的毛病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。男嘉宾邓先生32岁，来自内蒙古，培训销售；女嘉宾王女士27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自由职业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今儿谁要来的？我要来的呀。来干嘛？因为吧，我俩之前这关系一直还可以啊，但是吧，我俩后来开了一个小店儿，开了小店儿之后吧，就小店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我俩就总吵架，这半年把3年假都吵完了。行，这个信息量很大啊。这个信息叫我们半年时间吵完了3年的架，这么推起来认识3年了？对，我俩处了2年多，将近3年的时间了。那就说说吧，为什么事儿吵，怎么回事？因为吧，我刚开始吧认识他之前，我自己开了一个外卖店，开了一个特别小的店，9平米，做这个鸡排饭的，一个月吧能挣个2、3万块钱吧。完了我认识他的时候吧，他是做培训行业的然后他一个月吧，他挣5、6千块钱，我这不是做外卖吗？他想，哎呀，这我也想做这个生意然后他就想辞职，想跟我一起干。他妈当时给他弄那个20万块钱，想给他准备结婚用的他想把这20万直接拿来投资到我这个店里边来。那个时候你们俩是情侣关系还是什么关系？对，我俩是就是情侣关系。那就是谈着恋爱呢。对，谈着恋爱呢。然后他跟我说吧，我肯定我是不愿意的，因为毕竟人家父母的钱，对吧？而且20万呢，这么大的数字我要万一干好了行，我干不好这赔了。你说我到时候我怎么说呀，对吧？然后我就不同意。我就跟他说，他就跟我一顿劝嘛。后来他说的，你看2个人总比1个人强，1+1大于2嘛。我一寻也行。他说我挺累的，寻帮帮我。然后就这么的，然后我就寻我妥协吧，我俩就一起干吧。投资20万，对，人也来了，对，开这店来了，一个月怎么也得挣个4、5万了吧？那哎呀，别提了。然后后来我俩这不就干了吗？干了之后，你这因为我这外卖店小呀，他就想把这个店直接就扩大了，9平米这个小店我直接就扩大了，扩大到70平了。哎呦！当时我又重新选的这个地址，然后又进的设备，又添加新品什么的，就好多东西，投资了好多东西，开了2年多。我俩处对象期间，我就发现，哎呀，不行，这个店开始越来越差，生意越来越差，不盈利了，慢慢的，客人也越来越少。后来我这一算计吧，你说水电呀、房租呀、员工赔了。对，然后每天你还得就是进货呀，乱七八糟事太多了，我一算根本就不挣什么钱了。我现在拉倒吧，关了吧。我跟人说，人不愿意，说我20万都拿去了，我能干什么？我不愿意。当时因为拿20万的话，也是从父母那边拿的。突然间就关店的话，其实我挺不甘心的，就想再维持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转机啥的。真不如当时再开一个9平米的鸡排店，那还挣了钱了。可不，我当时想的就是，你说9平米就都挺挣钱了，我寻思这个也挺好，反正外好大点的。赔了钱之后呢？赔了钱之后吧，他给我出一个啥主意？说哎呀，反正那个你家做服装的生意也挺好的，不行，你搁你父母那块拿10万块钱。咱俩看看能不能起死回生，再把这店再运营。我一寻思，本来我就做餐饮的，一开始我就投资6、7万，他又整20万，这叫26、7万，我俩赔的叮当响。你说你再投个10万，我俩这赔的越来越多。对呀，及时止损。对，我觉得应该及时止损，我不同意。后来我俩就吵起来了，因为这个事儿。
然后他就老拿这个事儿说呀，我的20万，我的20万，就老拿这事儿埋怨我啊。那我心话了，你说的，那我不也想好好的干吗？谁知道就能赔呀？这20万，你说也不是小数字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要当时不是因为他非得要投资我的店儿，我要干鸡排饭干好好的，我不至于到今天，是不是？我赔这样啊？是是是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行，你这别跟我说了，咱俩还处啥呀？别处了。拉倒吧，你回你家，我回我家，各找各妈，多好点事儿是吧？钱也赔了，感情也散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散了。反正当时就是关店的时候，反正他跟我商量之后，我虽然说不同意吧，最后还是关了。反正后来我就把店给关掉了。我说人也散了。当时完了有一回是吵架挺严重的，然后当时就可能就是在气头上，然后就散了。谁提的散？他提的。我提的。你同意了？当时就因为吵架比较严重嘛，就是同意了。其实我也不想同意，但是当时的面子上我也下不来。对，这还像个男人啊，钱赔了咱认，感情没有了咱们纠结，咱走，还挺好，挺好。当时他跟我说完，我就在那说，我说不行，我就要关，咱俩就各回各家吧。然后他是内蒙的嘛，我东北的，我离远，我说那你先走吧，你赶紧搬出去吧。啊。然后他收拾行李了就搬走了，我就在我俩自己那个住的那小屋里。哎呀，我寻思好几天，我说，哎呀，我心里太不得劲儿了。这人一走吧就空了，因为家里好多事情都他做，他走之后我才发现，我就很缺失他，缺个主心骨，我太难受了。然后我想想，你就把人劝回来了。对，后来我就心一软，我行啊，哎呀，这钱这没了再挣呗，这感情没了，人散了，你就找不回来了。我寻思算了，我就给他求回来，我俩就和好了。啥？你心一软，发现这人还挺有用的。和好之后呢，现在好了吧？好，是啊，刚好了吧？我俩吧就没有工作了嘛，就待业了，在家待了1个来月。待1个来月之后吧，人家跟我说啥？说哎呀，左右咱俩这个钱也花没了，那不行，咱俩先把婚结了吧。我当时想呢，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是待业嘛，也没啥事儿。我说结个婚，这样家里也有个交代，因为我爸妈确实挺着急催我结婚的。就好歹说20万，我娶了个媳妇儿回来，对吧？我当然不是那么想法，但是我想给家里人一个交代，别说你回来20万，你赔了，结果媳妇儿也没捞着，啥也没有。回来他们回来心里不开心。是。那我觉得现在这根本就不是这个结婚的时候嘛。他给我出个啥主意？他说的，你妈拿3万，我妈拿3万，咱俩凑6万块钱，咱俩办个酒席。完了，咱俩正好没存款呢，这兜里溜空，赶紧收点礼金吧。是这么个意思。明白了，真有生意头脑啊！那不行呀，我心里不这么认为。你说你是奔着跟我结婚去的，还是你就是想为了收礼金而结婚，还是为了结婚而结婚？我也整不明白。人家不就是奔你这人嘛，捎带手的收点礼金嘛，是这意思吧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就我寻思，反正现在确实手里没啥钱。我说咱结婚的话，一方面就给父母一个交代。其次的话呢，咱俩收点礼金啥的，你手里有点钱，你以后我认为他光收礼金这事儿不行，因为我们现在你还有更大的商业打算啊？不是啊，我们现在你说工作就也没有，钱也没有，啥也没有。你说我俩结婚了之后呢？你要有个孩子有个啥的，能让双方父母来出吗？我俩什么都没有，我问你，你拿什么养家？怎么结婚？你说？就是说你现在想缓一步结婚？对，前一阵我俩那吵的那么狠，都闹分手了，叮咣的。回头现在要跟我结婚了，那你们双方父母知道你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吗？哎，反正也知道。后来我爸妈也从老家过来了。对，过来怎么样？看中你了吗？过来之后吧，又跟我提起这20万的事儿。说哎呀，你看看我这20万都投资进去了，我给我儿子首付买房子的。你说你这都赔了，这赔叮当响。我儿子现在这么穷，你不得想着穷，你嫌贫爱富吗？你不得？我觉得就是我爸妈也不是那意思，他吧就可能就有点担心，因为之前他们关系也挺好的，所以说他就有点担心，就怕因为这个事儿。就男方家里希望赶紧把这婚结了，好踏实。对，但我觉得现在结婚不是时候，我觉得我俩应该稳定、正大光明的结婚。你父母什么意见啊，姑娘？我妈也想让我俩稳定再结，所以现在为时男方是着急要结婚，对，女方是不着急，再看看。对，我觉得再看看。然后后来他父母就觉得可能我嫌贫爱富了呗，我这心里当时特不是滋味儿，我也不是那个物质的人。你说的我都跟他处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要是嫌他穷，我不早走了吗？对吧？后来吧，他妈就给我叫到一边儿，因为我当时去他们家上门的时候吧。第一次见面，我去他老家，
他妈妈给我拿了一个镯子，玉镯子，当时就跟我说，你跟我儿子好像也成不了了，你先把镯子给我吧，我替你保管。我心里话了，你说哎呀，反正也是人父母的东西，我给就给呗，对吧？然后他可好，那朝我要东西之后，他也没拦着，直接就让我给了。给了之后，中间也没给我调个节。都在现场呢，我就寻思等以后完事儿了，我私下再挨个说一说呗。你说你不调节，我怎么跟你父母相处啊？不就靠你调节呢吗？他不是没经验吗？行，这事儿过吧。咱说他现在在做什么？本来吧，我一开始不是这种，就是吵吵闹闹的，就因为这开店之后，我俩总吵，吵得我太烦了。啊，为啥事儿吵？现在就是因为这20万的事儿啊，他就觉得这20万他亏着了。现在还在为这20万吵呢。对，他还在给我老念叨这20万的事儿，我真的受不了。后来我就特别难受嘛，我俩现在没有什么干嘛，然后他就找了一份工作，1个月挣3000多块钱。挣的太少了，他天天想着去翻身，怎么想着去翻身？他就刮彩票去了。我就是寻思，就是上班之余，我就万一呢，对不对？没有万一，但是我确实买的我也不多。是，他就买几十块钱的，但是他一个月吧，反正去个2、3回吧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端正点你态度，有那个精神头，赶紧去好好工作去，多攒点钱比啥都强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就别信，那中奖概率都有多大呀，是吧？那你要大街上都中奖，都富翁了。我要说，没成想人真中了，中1000块钱，兴高采烈回来跟我说，哎呀，我中奖了。我当时我心里其实我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高兴。你说他现在他中1000块钱，他以后他就想中更大的，他肯定想投资越来越多。我不行，我不能同意他这方面。我就赶紧把这小火苗，我必须给他扼杀掉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以后不行，我再买了，你再买，咱俩以后就是个事儿。人说行，完回头了，咔又去买去了，又让我撞个正着，我就特别生气，拽他彩票我就给全撕了。好，这姑娘这个性格特别好啊，撕了之后吧，这是个宝哎，对，就这一点就是反正挺暴躁。我觉得他根本就不行，我就让他好好工作。啊，对。后来撕了之后了，人给我说一句特别老爷们儿的话，主持人你听他说啥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中20万彩票的几率这几年都比我这几年攒20万的几率大。你听他说的是啥？他懂得上进吗？他？”当时确实也是那个啥，就是错没错？现在知道错了啊，知道错就行了，就不追究了。他脾气太暴躁了，我俩现在就是店关之后，不是现在就是低谷期吗？啊，低谷期。正常都得互相鼓励啥的，他就是全抱怨。然后之前吧开车啥的没啥事儿，现在我上班比较远，我一开车上下班，他就说你这1月挣3000多，你还开车，就没资格开车是吧？本来配吗啥的，反正说挺伤心的。现在又加油又干啥的，本来我俩现在都穷，1个月挣3000多块钱，怎么好意思开的车呢？我觉得吧，坐地铁、你坐公交、你干嘛都行，你就得从头做起，不破不立，你知不知道？务实，哎，对，到底是买人家的姑娘。从头开始，你除了不让他开车之外，还在什么方面？那什么吃方面他也管，吃怎么了？就我之前没现在这么胖，反正就是这半年待着可能长了20来斤，然后就是天天就吃素的啊，什么白菜呀、土豆啥的，反正很少吃荤的。他意思就省钱减肥呗。我想让他减肥，他现在都胖，他胖20来斤，赵志祥。我从小搁内蒙长大，我就吃牛羊肉啥的，我就挺爱吃那个的。然后我平时我偶尔我自个儿就是偷摸吃点啥的。反正他也老说我，就干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啥的。反正我就说话就挺难听。我自从关业了之后呢，我就没事我就跑厂子打零工，哪块挣钱多我就去哪块。电子厂我就给人家连轴转，我都累得要命了，我都没有想说吃肉。你天天就寻吃肉，挣点钱都够吃肉了。我问你，咱俩使什么攒呢？使什么结婚？我这不寻思身体是革命本钱吗？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喜欢你们俩的啊？天天跟我说20万呢！哎呀，这家心宽体胖的，胖的都要命。不是你也不瘦啊，姑娘。我比他瘦点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你也不瘦啊。行，听明白，就是姑娘在这方面比较节省，我觉着别要面子了，咱吃上抠一口，行上抠一口，攒点钱咱们再说，是吧？对，他给我太滋润，我就受不了。挺好。他现在对我的感情啊，现在越来越淡了。人家吧之前学过拔罐，我吧之前有个病有个灾的，人拔罐给我去火，啊，颠每次都自己就过来了。哎
啊，结果我这次吧感冒嘛，我跟人说，我说你给我拔一拔吧，然后人家哎呀妈，求了老长时间了，人才过来给我拔呀，就不愿意。然后他不也给你拔了吗？是啊，你是拔了，然后整那个酒精，啪滴到我这脖子，你看给我这脖子烫，主持人哦，烫伤都给我烫坏了。烫坏之后我就老委屈了，我说我现在我这也关业了，我这现在都这么穷，然后我这身体还让他给我整出毛病，我就憋屈啊，我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说妈呀，我这太难受了。我妈说没啥大事儿。后来她就出去买药了，买完药回来了啊，我就跟她说，我说哎呀，后来我疼大劲儿了，我说你快带我上医院吧，我说我太难受了。然后她给我来句啥，哎呀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就那么大点儿，不就起个泡吗？你等化能再去吧。我信人话了，你说你吃肉有钱啊，玩彩票有钱，你带我上医院你都不肯，你是不是心疼钱？你一点你都不心疼我。原来是在这儿啊，落在这儿了。对，懂了懂了，就是男生现在不太心疼你吧？对啊，他也不说未来有什么打算？我给他买药了啊，行，你们俩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我肯定就是说想好好努力啊。就是下一步怎么个奔法？有什么计划吗？下一步我打算说的，我俩好好稳定，找一个班上。他稳定完，我也稳定。他现在本来挣的不多，我现在我也不能光打零工呀，是吧？我俩得什么时候说能说稍微攒一点，够我俩生活过日子的钱，我俩才能去结婚。我觉得现在结婚太早了，不适合。就未来打算就是自己打零工了，是吧？不是，我俩就是一起好好努力。做买卖肯定现在是没有本钱了，就先好好上班，别玩什么彩票了。不是攒完钱干嘛呢？攒完钱我俩够了之后了，好买房结婚，买房结婚嘛。你家不是做买卖的吗？你家就没说算了，你们回来吧。哎，完你听我说呀，我俩的感情现在真的都到尽头了。好。我这养个猫养个狗，现在跟我不好，跟他好了。我俩一吵架说，哎呀太烦了，你这我不愿意听。完了转头也跟猫狗说话去。不跟我说话。主要是他话确实太多了，我跟不上。完了，每次吧，我这个生气了，他还能说带我吃个烤串啊，买个奶茶哄哄我。现在连哄也懒得哄了，有功夫给狗买肠，也不给我买块肉吃，你说多惨啊！你说把我当啥了？我心里不是滋味。主要现在确实不富裕，你给狗买个肠1块钱，带它吃烤串200-300块钱，对吧？对，然后他现在跟猫狗比我关系都好啊，我就不得劲儿。然后正好我寻思，我俩现在也不富裕，养猫养狗也费钱，我说就送老家去吧。转头我就送我老家去。这姑娘厉害，行动力强哎。然后我送回老家之后吧，人家天天茶不思饭不想的，舍不得呀，猫狗呀，这他的心灵慰藉伙伴啊，这家伙送走了不得劲儿了。后来我就说，我说左右的猫狗都回去，你也随着一起回得了，咱俩都回去吧。回哪儿啊？回老家呀。我说回我们老家一起干点啥呗，我父母也有产业，你就跟他一起帮个忙吧。人不行，人说不行，我这吃软饭的嘛，我这不是，我可不受不了。我俩不一个地方，你说我要跟他回去了，你亲戚里道该咋说我呀？我要是有钱回去了，那指定是夹道相迎；那我要是就这么回去了，那指定又说我那啥了。说你啥呀？你说我一个是没本事，大城市混不下去了，回老家发展去了，还得靠丈母娘啥的，对吧？你说你拉不下来脸儿，现在咱俩又没法立足，你说咋整吧？啊，就这样下去。哎呀，我也没招，我都说不了。所以今天来这儿了是吧？对，这不今天来了吗？懂了，还真可爱啊！其实可以先回丈母娘家，对，跟着他们做买卖，挣点钱，拿了本钱再来呀，东山再起呀，这不挺好吗？主要就是心里这关不太好过。好，你还喜欢他吗？喜欢，爱他吗？爱。好，你爱他什么呀？就是没吵架之前对我特别好，比如手机坏了也先经我买好的，完他用一般的啥的。这性格现在是有点那个泼辣，之前就属于那种比较直爽的性格。被你逼的，要不能吗？你还喜欢他吗？我是挺喜欢他，他人也这个暖心也实在但主要是吧，他现在吧，你说整个20万吧，他跟烂泥似的，他瘫地上他起不来了。他不是在起吗？他不是也去打工吗？也什么吗？哎呀，就挣那3000多块钱，我俩好干嘛的？行，这次听明白了。我想让他阳光点，积极一点，我俩努力攒钱，这要不怎么能结婚？就是调整心态，准备结婚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来吧，老师们帮一帮吧，这个太值得帮了。我劝你。而且我觉得，听他们聊天心里暖暖的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怎么感觉
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还不止20万呢。没有吧？您看，男生不是主要当是钱时这个20万，虽然是你父母的钱，是你主动提出来要投资的吧？对，你没有诱导他、诱惑他。我没有，当时都不同意，他一直死命的非得要投资。那您是没有责任的。对呀、然后他投资完了，这破产了，他赖我了。现在你说，如果我说也委屈。当然您现在振振有词，因为这个20万不是你的，是他父母的。对，如果是你的20万，亏了，你会像他一样吗？可能也会吧。也会啊。可是谁的钱谁不心疼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一点你还是理解他。对，我理解，但我也是好心想办好嘛，这但是没想到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做生意有输有赢，你既然自己投了20万，那当然要有承受失败的能力啊。对，反正主要但是我当时现在已经明显的感觉到，这20万已经成为你内心一辈子的阴影。你似乎为了20万已经不能自拔，耿耿于怀。20万没了，通过双方的努力，以后会有更多的20万。为什么不更加的向前看呢？甚至你把20万与婚姻都捆绑在一起。如果我们把爱情、生意、家庭、世俗等等都揉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你的情感的诉求是什么。就像你，反正20万是父母的，我们赶紧结婚收份子，另外对父母有个交代。你也把它当成一笔生意了。女生是愿意嫁给你的，但是你一旦说出这样话的时候，她当然犹豫，当然彷徨啊，她也担心啊。在两个人的恋爱过程当中亏了20万，谁都不愿意看到，但事实就在那里。然后两个人一起向前走，向前看，不是很好吗？你们两个人绝对是欢喜冤家，早点结婚吧。好，谢谢波红兄。我不同意早点结婚，我这不支持于老师的观点。能看出来女生是很爱你的男生。你看20万赔了，也闹过分手，但是一有点小台阶，彼此就能下了台阶，又复合了，有爱，对吧？那你因为这个生意失败，一直以来的不振奋啊、情绪啊，包括甚至想到投机取巧或者什么靠买彩票天上掉馅饼这种，女朋友制止了之后还是不离不弃，这都是因为爱。他那么辛苦的去电子厂打工，去这儿赚钱，每天累得要死，然后呢，你挣的钱不多，还心灰意冷，有一点点不够上进。他除了抱怨一下，他没有离开你。好的感情能够长久，是我们彼此有责任，愿意付出，愿意承诺，愿意携手，否则爱情是会被消耗掉的。你觉得他能这样跟你的不愉快，什么撕彩票，然后就觉得你这个太颓废了，你觉得他能支撑几年？你觉得他的爱会不会消耗干净？应该会有。对啊，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有个时间限制的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调整了。这么好一个女孩，在困难面前，除了发发脾气，还能阳光着向前，还能不断的找解决方案，还能辛苦的去打工，宁可不吃肉。她不给你吃肉的时候，她也没有吃哎。我不舍得吃。对呀，她不舍得吃啊，她知道你们现在不宽裕啊。那你为了这个女孩吃得好一点，喝得好一点，开心一点，不能跟她去她的家乡吗？这怎么就让你觉得没面子了？在感情里面，不是面子决定我们的未来，是我们真心愿意互相扶持、互相滋养，才能够长久。你赶紧加油吧啊！要不然这么好的姑娘错过了，我觉得太可惜。谢谢老师。这个看人啊，看得失，看起落。以前说咱们那个9平米那个烤鸡排赚钱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起，他那时候一定要跟你谈恋爱，但是呢，赔得干干净净了。你只要愿意，他依然在跟你谈恋爱。所以起落他都在跟你谈恋爱。然后咱们再说得失，他赔那20万呢，是他爹妈的，他妈妈从你这儿把那玉镯子要走了，你开心吗？
我不开心。你应该开心，你找着一个多拎得清的女人当婆婆。她妈妈没跟你要那20万吧？没有。对，她妈妈为什么跟你把那镯子要回去？我儿子没钱了，姑娘，你现在可以跟他分手了。他妈妈当着你的面把那玉镯子拿走的意思是，姑娘不会为这20万赖上你的。你现在要想跟我儿子分手，我能接受。你这个时候离开他儿子，这个妈妈已经给你授权了，这是一多干脆利索的婆婆。你要是说惯常一个妈妈，我儿子因为这姑娘赔了20万，哎呦喂，你个小妖精，你把这20万还了，这时候你想分手没门儿。这样的婆婆你要吗？不要。人家没有吧？人家把镯子要走，你要分手我能接受。至于人家嘴里说那句什么嫌贫爱富啊，人20万都没了，你不许大姐说句解气的话啊！你这个，所以给这样的婆婆当儿媳妇儿能当，但是呢，也得看有没有毛病。有毛病，这个妻子要管丈夫，管2方面，一个是投机，一个是取巧，你全占。反正现在咱俩没钱了，你妈掏3万，我妈掏3万，咱办一婚礼，跟大家把礼金收了，我们大家其实都愿意。但是你想出这主意，你再取巧。哎，还有一个就是投机，想通过1年半载买彩票把20万全拿回来，你也不能打这个主意，你真把这当正事儿啊？这就是投机心理了。你媳妇儿都管你，你想取巧的时候不行，你想投机的时候给你扯喽。哎，这老婆能娶，所以这老公能嫁，这婆婆能处，这老婆能娶。反正我是觉着看到现在能往下走。谢谢老师。我也觉得那礼金是挺好的。我跟你讲个道理，就为什么中国人会收礼金？礼金就是众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小两口要过日子，新建了一个家庭多难啊，所以大家每家每户给点钱，这个钱以后要还的，对不对？先众筹给你们，让你们先把这日子过起来。礼金本来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呢，虽然他确实有点投机取巧，但主意也不赖。我从另一个角度啊，你从那20万里面学到了什么？不能轻易投资。除了这个呢？以后投资靠自己，不能靠父母。哎，也还行啊，听着也还行啊。那你从那20万里面看到了他什么？他对我真心的，不看钱。哎，你从那20万里面学到了什么？我觉着患难见真情吧。哎，其实我心里挺愧疚，毕竟是人家父母的钱嘛。啊，我觉得你们这20万花值了。这20万没有赔掉，它融进了你们人生里面，它成了你们人生的一部分。你说你20万丢进去，人生阅历得到了那么多，又看清楚了你们这段感情远远超过这个价值，而且顺带看清了婆婆，看清了他妈，所有人的人心全部看了一遍，多值呢。除此之外，赔的那20万我还看到一个东西，就是你啊不适合干买卖。你真不适合。我之前没干过买。哎，你真不是，你就是有力气就出力气，就勤勤恳恳干活最适合你。不要再投机取巧，什么摸什么彩票，不要了。你就是一分一分钱往家里面挣。至于你是真适合干买卖，但不适合干大买卖，还是干小买卖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你之前那家店一个月挣2万，后面那家店你就连那2万都挣不着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这盲目扩张。盲目扩张是因为成本支出的原因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你是不是重新找了个地段开店？对对。是不是外卖的生意一落千丈？对。为什么？区域嘛。对，很简单一个道理，对不对？你把这些东西全弄清楚，你未来再开个小买卖，你还能挣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卖得了苦力气。对，因为你搞得清楚这里面的事儿，一进一出的事儿。所以从这件事情里面，你们2个人把自己的未来将来，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，所有的人心所有的感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2个人人生真的要能把日子过下去过好了，何止10个20万。对，所以啊，
两个人抓住自己的人生，抓紧对方的手，把这条路啊好好走下去吧。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他们是真的让我们看到那种，就这里面是真有爱情，都有尊严有底线，家庭培养的好，挺好的，赶紧结婚吧啊！一会儿那个什么，你那个哈，好好说话啊。来，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把那个一些坏毛病都戒掉，也不整彩票了，也不投机取巧了，踏踏实实的上班挣钱。然后，到时候如果你想回老家的话，就可以跟你回老家，然后我们一起把生活经营的更加的好。两个人嘛，什么困难都会度过去的。我们人生还有好多年呢，会挣好多的20万。我希望你也努力，我们一起回老家，一起干点什么，然后好好的，然后我们结婚。我真的爱你。我也爱你。亮灯，亮灯，亮灯，等不及了。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感谢老祖宗发明的那个词好，因祸得福，所以要感谢这20万。女生不是说了吗？患难见真情啊，肯定双出。亲戚朋友多给礼金吧，支持小两口。来，请开门。求婚啊，求婚啊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对年轻情侣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媳妇儿，愿意嫁给我吗？什么就媳妇儿？好好说。愿意，爱你。爱你。唉，真实在。媳妇儿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。矜持点不行啊。叫习惯，我等不及了，有点等不及了。谢谢你们啊，请回，加油啊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祝幸福啊！请回。最后就祝他们幸福，因为他们善良，因为他们踏实，因为他们面对生活的困难没有放弃对生活美好的追求。来，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，当初他就是我想要找的灵魂伴侣，但是他现在变得越来越物质了，我俩的想法总是背道而驰。他活得总是那么理想化，一个大男人还那么矫情，他完全都不考虑我喜欢什么和想要什么。他总是应付我想要的浪漫他都不理解，但是我还想进入婚姻的殿堂，但他现在的态度让我很迷茫。我对婚姻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，他爱幻想还道德绑架我，像他这样的男人我不能把后半生托付给他。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。郭先生44岁，来自河北，自由职业；穆女士47岁，来自河北，房产销售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这个岁数都应该曾经有过婚姻是吧？我是2婚。啊，我没有婚啊，有过感情经历。哦，没结过婚。对。有孩子吗？有。孩子多大？20多了，一个女儿。啊，现在反正也不用跟妈妈在一起了。对对对。认识1年多。对。是啊，准备结婚，是吧？我还没想好，我觉得还没想好。是我提出来主动想结婚的。哦。我和他相处了有1年多了，我们是通过朋友关系介绍认识的。开始相处的时候吧，我觉得我们有点感情的契合点。我认为开始他也是挺懂我的，比如说我的观点呐，一些想法啊，他能支持。偶尔呢，我耍点小脾气，有点小任性，他也能包容。所以说我就认为吧，他应该是属于那种不是非呀、不物质女人。因为啥？他也不像很多女生管我要东西要礼物，也没有这事儿。所以说我认为他应该是我理想中的灵魂伴侣。哟，但是最近相处半年当中，我就发现他总是以工作为借口开始对我忽冷忽热了，甚至开始有些变得物质了。我向他提出结婚，他居然向我提出彩礼要求。我觉得他本身是2婚，还带个闺女，要什么彩礼？要彩礼没有必要吧，咱们就结婚过日子行了呗。我是2婚，但是2婚该有的礼数也应该有呀。我跟你说，主持人，我当初跟他刚认识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挺有见识的，
而且说起话来呢也侃侃而谈的。但是最近我就慢慢发现他的人就比较理想化了，总是说些不实际的。你说生活本来就是柴米油盐嘛。是的。这有什么不对的呀？我给你提彩礼又没有太多。不是，你提彩礼要多少钱啊？8万。啊，我不是在乎钱彩礼多少，我是觉得我们两个感情当中不应该掺杂金钱物质这个东西，那样感情就不纯粹了。我之所以不想给你彩礼，就是感觉你跟以前的你不一样了，又有点物质化。嗨，我就这么觉得。至于的吗？所以说呢，在现在咱们俩相处当中，我就是希望咱们还像以前那样，咱们有感情那种共鸣，而不是说什么都讲究利益。我觉得还是他没有活明白，而且一提到彩礼的话，我也非常反感。好，我帮您问一下，这8万块钱彩礼您打算怎么用？就是你给我结完婚了以后，还是2个人过日子用呀。我觉得这很正常呀。所以你问一句啊，就到对他来说是给8万块钱的彩礼，然后嫁给您的时候再把这8万块钱带回来，2个人共同生活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是多少是个保障。可我不这么理解，我当初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是因为咱们有这种纯正的感情，而不是谈到金钱与物质。我觉得不这样的。结婚了，我俩人过日子，我不花钱过日子呀。是可以花钱，但是我不希望咱们像那么世俗要这么彩礼的东西。行，您是不世俗的。他的理想主义在哪儿？您能告诉我吗？他是怎么想的？就最近，他竟然跟我说，就是让我辞掉工作，卖掉房子，跟他去农村躺平过2人生活。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以的呀，本身你有房，我也有房，咱们俩钱也够花。我就想带他呀，找一个乡村僻静的地方，过那种那个清幽的浪漫的生活，远离这种城市的喧嚣。如果你觉得没意思的话，我爸妈身体也挺好，带我爸妈去也一样。结果他都不认可。我们都有工作的人，我们在城里待得好好的，而且我们也都有房子。你说就这么猛的，我给你回农村，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挺好，就是特别不实际的这一种。其实这想法里面充满了铜臭啊！如果按你的理解来的话，你把房子卖了，带人家回去就行了嘛？为什么还让人家卖房子呢？你们俩的感情多么的纯粹啊！那里面能有一点钱的味道吗？你为什么要提钱？你为什么让他卖房子？你是不是惦记他的钱？你是不是充满了铜臭？那如何理解你让人家卖房子这件事儿？本来说嘛，我有房子，有点积蓄，对，有点家底儿，对，也够这个躺平的日子。对啊。但是如果说我光是花我这个钱，咱们家既然一块过日子，那么你也应该像我一样保持一致，坚持情侣。你们俩的这个里面是没有铜臭的，你怎么会提钱呢？我提钱不是站在我想得到他多少钱的什么，人家提钱也不是想得到你多少钱的角度上啊。可我就是想过那种清幽的浪漫的日子。你过呀，你是不是邀请人家去过呀？不卖房子跟你去行不行？要想去乡村，远离这种城市喧嚣，你就得下决心把城市房子卖掉。不卖房子，他对城市还有留恋。哟，还不能对城市有留恋了。因为我要去农村嘛，过那种远离城市喧嚣的生活嘛。那您自己去吧。他要不卖房子，那他以后会后悔。我房子卖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结果你城里还有房子，那以后你是不是还想再回去？不是，所以说我想让他断后路就是。好。主持人，我也不会跟他去的。啊，这是。我也不可能跟他去。为什么非要断了他城市里的路啊？有这么件事啊。本来这个想法我跟他提出之后，他认为特不现实。到后来我俩争吵当中，我都说了，我感觉他心里是不是有了别人了？你净瞎说，我怎么就有别人呢？他呀本身是做房地产销售的，最近呢他卖了套房子给一个客户，房源可能不错，这客户呢出于感谢他，给他送了点小礼物，什么土特产的。本身我也没当回事儿，结果呢他跟这个客户越走越近，客户是有事没事大事小情的找他，而且家里有水电煤气有问题了也找他。这不是你销售改观的吗？而且更过分的是，今年冬至他居然亲自包了饺子给客户送过去了。你啥时候给我包饺子呀？而且客户还反送他一辆电动车，这都让我匪夷所思了。我跟你说，主持人，这个事情我跟他解释过很多遍。我是做销售的，我跟客户就是礼尚往来的事儿啊。客户也是送我2手又不值钱的一个电动车，他觉得我平时跑来跑去的挺忙的。你说包饺子这个事儿，正好赶上冬至。我就包个饺子送过去，这也不是维护嘛。像我的客户身边有很多朋友也会买房，他到时候也会找我的。你别老拿维护客户为了工作当借口，我忍受不了你老是这么肆无忌惮跟他暧昧。你别忘了，咱俩才是情侣，你在乎我的感受了吗？
你看看主持人，他这个人特别的天真，他总拿他的要求来要求我。看出来了，就是我们一块儿出去看电影，他都根本就不顾我的意愿，就根本就不跟我商量，直接带我去看他喜欢看的电影，净给我看什么战争的呀、什么历史的片子，完了还总叨跟我讲一遍，我不爱听吧，他还不开心，他还不愿意。你老看那种搞笑的、幼稚的，那有用吗？我感觉我给他推荐影片有点层次感，能提高点思维能力。本身他也做销售，我琢磨还有助于他工作。不是电影能提高什么思维能力呀？你看一些悬疑片啊、侦探片啦、历史片啦，是吧？什么悬疑片、什么侦探片、什么历史片，能提高我的思维能力？那总比看他那些什么动画片、搞笑片这有用吧？哦，还有主持人，我还跟你说一个更奇葩的事儿。他带我去吃饭，有一次他竟然要求我穿得特别正式，要带我去吃西餐啊。你说吃饭不就是一个吃饱肚子的事儿是吧？西餐又贵，而且我就觉得它又不舒服，这太麻烦了。就是你说吃这家常菜不就挺好吗？你怎么从来都不为我考虑一下呢？主持人，我是很用心的带他去西餐厅，因为本身我们人到中年了，我想和他也浪漫一下，而他呢不理解我，他总想找那种不上档次的小饭馆随便应付我，他现在就是不懂我了。不理解我，你看，这又说到我不懂他了啊！不懂。就拿七夕来说吧，我想要条围脖，是吧？我想让他亲手给我织，因为我知道他呀会点这个针织活的手艺，本身他也答应了，结果他从网上买条围脖给我了。主持人，我这事你给我生不生气？不是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想让你，我要的是他亲手做的。你老为啥纠结这个事儿不放呢？你说你个大男人干嘛那么矫情啊？你说我天天上班，你说我哪有空去给你织一个围脖啊？你说，再说手工，它的一针一针织，还是以前会，放到现在这年代，谁还用手工去织啊？我在网上给你买的，经济实惠又好看，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不就行了吗？我只要你亲手织了，我认为你亲手织了，跟网上那些商品它不是一个意义。那怎么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你只有亲手给我织，我才觉得你才重视我，而你从网上随便买件东西应付我，我就觉得你已经不再重视我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是真矫情啊！还有一件事啊，就是他生病的时候吧，本身作为我来讲，我想去照顾他，买了点菜给他做饭。本身我也不会做饭，就是从网上学了点手艺，我给他做去了。结果他说嫌我做饭不好吃，还不如点外卖呢。我可以说对他已经掏心掏肺了吧？结果呢，他就这样对待我，所以说我就觉得他现在就是不在乎我了。这件事咱们就不要拿出来说了。我就想吃点清淡的，我感冒嘛。那你给我炖条鱼汤，那你不知道鱼汤它是发物吗？对我这个感冒根本就不好。再说我也吃不进去呀，我点外卖我是怕你麻烦。这个事情它怎么就不行了呢？到你这儿呢？本身我也不会做饭，我也没个经验，我哪知道鱼是发性东西啊？这是因为你，我才学网上那些做法。您要44岁了，说连饭都不会做，您是问题大了去了。他真不会做饭。那不就问题大了去了吗？你朋友见过他吗？说到我朋友这儿啊，我心想我们也出了1年多了，我跟朋友们都说了，我谈了个男朋友，完了我都跟他商量，我说我组个局，订个饭馆，一块见见，跟朋友吃吃饭啥的。刚开始他答应的特别好，答应的好好的，到跟前儿了，我饭店都订好了，他找各种理由都推脱，说什么也不去了。我觉得呀，真没必要参加那些饭局。我听他也说过。他们朋友在一块儿啊，一吃饭局，无非也就是互相攀比、互相吹捧啊。今天我老公提新车了啊，明天我老公又升职了啊，后天又什么我就烫了个新发型，孩子考了什么什么高分，在一块儿全是这些虚荣东西，一点实际没有。而且处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也知道我本人不爱社交，这种饭局我根本不想去。那你为什么一开始答应他呢？我开始说答应你，我也只是不想过分的就拒绝你，那不还是我在乎你吗？你想总让我那个参加点社交吗？但是我还真不想去。如果我不在乎你，我带你去见我朋友干啥呀？对吧？可你那些朋友饭局他有意参加吗？你这样做，咱们俩之间感情，我不希望他们品头论足。不是你这样对我也挺没有面子的呀！我姐们怎么说我呀？说你对象都不敢见人。好，听懂了。今天来是为什么呀？问他。今天是我主动提出来这儿吧，因为处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是想找一个我理想中那种灵魂伴侣嘛，大家就是纯感情。跟他处了有1年多，开始呢，他对我也是有理解的。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其实通过处了1年半的这个相处下来，你发现这并不是您的灵魂伴侣，今天是来跟他分手的。不是，
我是想再了解一下他真实的想法，让各位情感导师帮我分析一下。我有些困惑，原来的他在我心目当中并不是物质女孩，是吧？也不提出这些过分要求，而现在最近我感觉他就是有点物质了，跟我说话有时候也钱，的。尤其彩礼这事儿我接受不了。好，知道了。从我看，我觉得您认错人了，她确实不是您的那个灵魂伴侣。这个女生真的非常的不适合您。我自己的看法啊，我觉得她真的配不上您那个格调清新的要远离都市啊的喧嚣，去过田园生活，她真的不配。这是我的感受啊，我不知道老师们怎么看，好吧？你听老师们说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们先声明，我们达不到灵魂的层面。李叔同先生曾经说，人生是3层楼，1层楼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普通生活，2层楼是精神生活，第3层楼是灵魂生活。李叔同先生认为他都达不到灵魂生活。44岁了，你也兜兜转转，寻寻觅觅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吗？没有。你今天为何要去为难这位大姐呢？为什么要去打造这位大姐呢？因为相处时间比较长了嘛，开始哪里？我认为他是这样的人吗？您其实也是虚伪的。刚才您说到彩礼的时候，您不经意一句话就暴露了您自己。你一开口一急，马上说彩礼，你是2婚又带着女儿，有什么资格要彩礼？那言下之意，如果他第一次走进婚姻就可以给彩礼，然后到平静下来，您才说我们的感情是不讲金钱和物质的。您前面难道不是在讨价还价？只不过他是2婚而已吗？只不过他带着女儿吗？您才不给这8万嘛？不愿给嘛就不愿给呗。所以您所谓的灵魂也是有选择性的。生活大姐说的没错，恋爱可以有诗和远方，婚姻它就是柴米油盐。这一点杨绛先生说得非常好。人世间婚姻的幸福不过是灯火阑珊的温暖和柴火油盐的充实。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，我们食人间烟火，我们生活要接地气。所以大姐一句话，赶紧逃。你们2个人是实现不了灵魂共鸣的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等一下千万不要出来。我觉得这个于老师说的特别好，说明了所有的道理。我就是有一点没想明白，大姐你看上他啥了？他有文凭啊？啥文凭？大学本科的。啊，你就是看上他的文凭了？说话也挺好，而且他对感情也很专一。这个专一分2种，一种是只爱这一人，一种是没有能力爱别人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爱上他的其实是虚无。所以最初你们的结合啊，我觉得是挺契合的。你可能在前半生一直是埋头干活，养育孩子，对吧？勤勤恳恳，打拼，务实。你没有经历过所谓的诗和远方，你缺这一块。你想象中那是一个美好的浪漫的爱情，得了，补上了。咱这1年不也尝试过了吗？这诗和远方也不适合咱，这浪漫的西餐咱也吃不惯，这偏远的小地方的静谧的生活，离群所居的日子，咱也适应不了。你就踏踏实实在你城里辛苦打拼来的房子里边好好过日子。才47岁，像你又肯干又踏实，多攒点养老钱，然后咱们再去诗和远方，还有机会。今天你就离开他吧啊，因为你爱上的是虚无，那我们收场就以务实来收场，回到自己生活的轨道。当然你也别记恨他啊，我觉得人家也给你提供了一段时间美好的爱情的幻想，我觉得也值了，也没什么好埋怨的，挺好的，该分就得了。先生呢，就他我能理解，但是你我可真的是不太喜欢。所谓的诗和远方，不过是你逃避现实生活、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一个借口。所谓的不爱物质，只不过是你把自己的钱袋子看得很紧，不愿意为这个女人付出的借口。
8万块，你把这个钱踏踏实实交到他手里说，咱俩以后过日子用，这难道就不能有诗和远方了吗？你不过是给自己留了后路和对他的不信任吗？你双标哎！你自己钱看得很紧，8万不愿意给，但他兜里的钱你算得很清，让他卖了房子跟你过日子。爱一个人是爱他所爱，爱一个人是得偿他愿。你既然不爱他，你就寻找自我孤独的浪漫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孤独也是一种终极的浪漫。没人配得上你的灵魂吗？你就自己过呗，你何必把话说那么好听？哦，他太物质了，过生活过日子不要物质的，把钱放在面上才是生活的浪漫，藏藏掖掖那就是虚伪。我问一下，您对于二婚带女儿的女性有什么看法吗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。那为什么您会说你一个二婚的带着一个女儿的一个女人，你凭什么要彩礼？这是为什么？我总认为彩礼这个是属于比较庸俗的问题。不是，那你就说彩礼就完了。你为什么说你二婚带个女儿，你凭什么要彩礼？因为我觉得开始我跟他处对象的时候，之所以跟他能处1年多，也并没在乎他是二婚和带女儿。我觉得说他是不是，我问的是，我不是问他跟你处对象，我问的是人家二婚带了个女儿，这事儿跟人家有没有权利要彩礼有关系吗？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关系。所以你认为二婚带个女儿的女人是没有权利要彩礼的？不是没有权利，而是她本身有过气嘛，她本身有过结婚的经历啊，那么她就不应像头一次结婚的话要彩礼要房子这么幼稚了。她应该懂得，你看我说了，我们头一次要是一婚的一个47岁的这么一位女士跟你恋爱了1年，跟你要彩礼可以吗？我是看人的性格，而不是说非得是一婚还是二婚。哦，就是一婚的也不能跟你要彩礼。对。那你就直说，你凭什么要彩礼？我还是那个问题，二婚带一个女儿的一个女性招你了。然后我再问一件事儿，说你要归园田居嘛，然后咱们2个把城市里的房子都卖了，那为什么你要说，如果你觉得咱们俩没劲，我再带上我爹妈，你对他父母有意见吗？那倒不是，我是那为什么不带上双方老人？这事儿不公平吧？你的原话是咱们2个去，如果你觉得没劲，我再带上我爸妈，你对人家父母有意见吗？也没想到这一层。你连伺候他爹妈都没想过，你凭什么娶他？我认为感情是2个人这件事嘛，不想涉及别的太多。那你怎么得把自己爹妈带上？当时觉得如果说他去那种偏僻地方过的话，他可能会觉得孤独没意思，那么让我父母跟着一块过去呗。所以有些事儿吧，咱别往深了聊。有些事儿跟有没有学历没关系。有些人呢，可能一生过得很朴实，但是他待人接物的时候，他公正，他心里面没有这个高那个低，他心里面没有你的父母我的父母如何有区别。但是有些人呢，可能他有学历，但是呢，在他心里，他对于有些人群，他是有偏见的。他认为有些人群凭什么有资格谈彩礼2个字啊？有些有学历的人是这样想的，有些没有学历的人不是这样想的。所以不要迷信学历，我们要先看什么呀？看人品。我讲明白了吗？讲明白了，谢谢。哎，得嘞。就各自给各自制造了一个虚幻的对象呗。这哪有一点点是真实的？就很简单嘛。你觉得能找到一个读书消得破沙香的对象吗？她就是个世俗的女子嘛，这有什么好给自己什么瞎扯什么虚幻的东西？你真要招一个天天跟你对诗，天天跟你饮茶，天天跟你讨论学问，你招架得住吗？你肚子里面真的有多少学问吗？所以嘛，到最后不就是吸引这样的世俗女子吗？有什么可挑的？至于你文凭意味着什么？文凭就意味着学问吗？就他，我这么跟你讲吧，红袖添香夜读书，是吧？我们说起来，哎呀，文人的梦想特别好，问题没有要人卖房嘛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害怕那8万块钱？为什么不去见他的朋友？很简单，他的灵魂很虚弱，他不敢见你的朋友啊，他内心可虚弱，他的灵魂是苍白的，他为什么不愿意给你8万块钱呀？
怕被你骗钱吗？说白了不就这点事儿？什么是灵魂伴侣？灵魂伴侣是审美的一致，你们俩审美一致吗？我肯定不一致吗？归隐田园，你得先见过大世面，你得把这风风雨雨都看尽了之后，你心中有这个气节，你说我归隐田园是可以的。今天你啊扯着一个女人说我们一起卖房子，这是归个哪门子田园？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你说这个女人你要卖房子啊？所以啊，归根结底就是你们两个人根本不是什么灵魂伴侣。真要过日子，把过日子这件事谈透了，谈不透别过了，就这样。哎，你看看，我是一俗人，反正我就觉得说，40多岁，人家跟他结婚提个彩礼，黑不提白不提的啥都不问，就说你物质，这人就不行，不可靠，因为你得问呐，你就问一句，你要8万块钱干嘛呀？人家说的8万块钱。拿着你给我就是一个面子上的东西，说明你尊重我，我嫁人的时候再带回来，咱俩一起用，这怎么还世俗呢？自己看啊，一会儿好好跟人说啊。大姐，听听态度，也不一棍子打死，万一由此人家改变了呢，对吧？好，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我多么想你能理解我，能够懂我。其实就我个人而言，很想和你步入婚姻殿堂，一起修成正果，成为真正的灵魂伴侣。但往往事与愿违。我也希望以后，我也要改掉我的一些毛病。你能否重新给我个机会，回到那个我曾经认知的你？我和你相处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有激情，也挺有那个也挺懂生活的。但是你想让我回到以前那样的话，我得需要再考虑一下，因为我这是第2次婚姻，我需要谨慎一些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。博翁兄预测一下，这大姐还会出来吗？恋爱要好好谈，生活要好好过，扯一面灵魂的大旗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块遮羞布。我坚信大姐不会出来，男出女不出。我有点担心大姐还没下头。都说到要娶你了，连你爹妈都没惦着管，这你还用出来？这是最起码的事儿，所以我建议大姐别出来了。我估计大姐不会出来，男出女不出。好，来，请开门。希望男嘉宾能够落地，找到一个相伴一生的女性。女嘉宾今天其实挺好的，我觉得她挺理性的。受过生活摔打的人，回归理性还能挺快。就是祝他们各自找到自己的幸福吧。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